想和大家分享保罗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”我很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这一句话，可是有一位长辈告诉我，他说这句话不可以用，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。这一句话是高举自己，是叫别人效法我们，像我们效法基督一样。这句话影响了我，所以我就从来不敢这样用。但这几年来，我突然发现，我们应该有像保罗一样的心情，跟保罗一样的志向。这几年我仔细想这一句话，我觉得并没有要高举自己的意思，反而有加重自己责任的结果。就是当我告诉别人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的时候，别人很快就不想效法我们了，因为我们并没有好好的效法基督。因此当我们讲这句话，不是高抬自己，反而是给自己更重的责任。有人说这样我们是自比保罗，我们也不会因为自比保罗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不需要自比保罗也可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因此当我们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的时候，我比较多是要求我自己，就是我要怎么样的效法基督，以至于别人愿意效法我。其实效法基督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，我们表明我们想要好好的来跟随主。别人如果效法了我们，像我们效法基督那样，他们就效法了基督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比较会从这个角度，或者比较从人性的角度来看，就是人怎么样可以看到神。亲爱的牧者，或许我们需要想这一件事情，就是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看见耶稣。他在梦里看见吗？他在异象中看见吗？我都不会反对。但是或许他们最想看到的，就是一个牧师怎么样活出来。有的时候我也在想，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来到地上？当然有很多神学的理由，我也觉得没有问题。可是我觉得耶稣来到地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可以这样活着，他可以这样说话，他可以这样做事。所以人最好学习的方式是看到另外一个人。如果要讲爱，我们如果仔细的把圣经新约的读了，你看到耶稣的爱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爱，而不是一个理论，不是我们会背圣经的某一个经节，然后说这样我就有爱了。耶稣怎么样爱，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当我们这样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的时候，并不是骄傲，因为我们并没有要效法人，而是要效法保罗如何效法基督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现在也学着这样说你们效法我，像我这么努力，你们效法我，像我这么花时间安静，你们效法我，像我这么多的时间愿意去探访别人，你们效法我，我花多少时间预备讲章。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别人可能就下一句就问啦，你预备讲章一篇预备多少时间？我在说，并不是因为要高举自己，乃是要让他们看到，让跟随我们的人看见说我们是怎么做的。亲爱的同工，让别人效法你，让别人效法你，像你效法基督一样，好叫我们这一个牧者不是用口说的，不是用讲道教别人做的，乃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愿意效法基督。